你广电在审查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菜还是屎，你自己都尝过了，还决定了哪些能够被端上桌。你怎么又说喜欢吃菜还是喜欢吃屎是观众自己的口味问题呢？一部叫做《牛来》的动画电影8月5号上映，前10天的票房加起来不过7000多块，全国只有200多个人看过，一点都不奇怪。画面穿模，一头牛的2条腿走路，情节也稀烂，但就是因为太烂，它烂出了圈，行情就突然反转。8月14号前后它还无人问津，15号排片量开始暴涨，到了22号，票房就冲过了4000万。有的人说这是中国观众在集体审丑，我是真不同意。有篇文章用了一个词，说西方有文艺复兴，咱们现在进入了文艺复仇时代，这个词儿特别好。我觉得牛来的爆火确实是一场政治高压之下的文艺复仇。先说清楚，我不是说买票去看牛来的几百万人是商量好了去搞政治抗议，有的人单纯好奇他到底能烂到什么程度，有的人就是去凑热闹玩梗，也有人真觉得母子俩手搓5年做出一部动画电影相当感人。这场狂欢最开始未必有什么政治动机，但当他闯进了一个政治高压的环境以后，自己就长出了政治含义。先来说政治高压，有刚发生的证据，还热乎着。7月24号，在武汉，郭德纲演相声，现场即兴改了一句歌词，把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又加了2句插科打诨。台下观众听了，也就是哄笑一下。但好死不死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是中宣部公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之一，名字实在是又臭又长。8月11号，武汉文旅局立案调查，约谈郭德纲，理由是这段即兴改编没有出现在提前报备的内容里，到底是哪根敏感神经被碰到了？官方不谈，他只跟你说技术性程序。问题是现挂它本来就是相声的特色，如果连现场临时要说什么都必须提前写到材料里，你还觉得这不算高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再来说文艺复仇，也有个凉了半截的证据。6月17号，冯小刚的新片《抓特务》首映，韩红在台上喊了一句北京2000多万人口能不能走个面，这句话把场子砸了。网民没有兴趣讨论电影拍得好不好，反手开始翻旧账，翻出来一句要命的。2017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论坛上，冯小刚说中国怎么那么多垃圾电影，还不是因为有那么多垃圾观众，纯纯的拉仇恨。9年前冯小刚自己开的枪绕了一大圈，最后被走个面装回了枪膛，打中了自己的眉心。民众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文艺圈精英的复仇。2个月之后，到了牛来，这股火又烧到了其他电影同行的身上。全程追击的导演崔景轩连发了几篇微博，说牛来撕掉了中国院线电影最后的那一层遮羞布。他还说院线电影我不拍了。喜欢高兴爱的导演刘斌也发了一段视频自白，说看见牛来的热度以后，突然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显得可笑，也显得很无能。可网友是真的一点都不同情啊！评论区里说，看这些人还在那儿高贵着，没有牛来我都看不到你这条牢骚。还有一句更狠的，现在驱逐的不是良币，是假币驱逐劣币，良币早就没了。典型的反精英叙事。为什么会这样呢？9年前那场论坛，冯小刚说垃圾电影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戴锦华当时就反驳说，责任根本不在观众，是影视资本的高度垄断。院线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观众面对的不是好片还是烂片的选择题，而是烂片还是更烂的片的必答题。说白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它还叫选择吗？当年他说的是院线资本，其实这句话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只是资本吗？
在中国这种权力寻租、无孔不入的地方，拔出资本的萝卜，能不带出权力的泥吗？今年5月，青年导演张帅申报了一部纪录片，他前后交了3次材料，第一次交了8项材料，被退回来3条意见，修改以后再交，又被退回来1条。其中有1条意见是没有成熟完整的剧本。张帅看到以后就抓狂了，为什么纪录片要有剧本呢？这就像相声的现挂需要提前报备一样，是个正常人你都很难不抓狂啊。2020年以来，张帅拍了4部纪录片，2部剧情片，没有1部拿到龙标。从8月15号开始，他每天都在朋友圈里贴牛来的电影票二维码给大家送票，一张票25块钱。张帅为了拍片负债了15万，即使牛来的电影票一张只有25块钱，对他来讲也是负担。但他说，牛来戳破了电影审查的一些虚伪和谎言。你看，文艺大咖、资本大鳄、权力大佬都被老百姓装在了精英阶层这个大大的框里面。网友很快就查到，牛来的龙标是电审动字2024年第33号。张帅拿不到的东西，牛来是怎么拿到的呢？有媒体采访了一位参与过电影审查的人，他说，电影审查最清晰、最容易掌握的标准，其实不是艺术质量，而是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宗教、民族、敏感国际关系，这些是重点，反而对于艺术质量，审片的人都觉得最好少碰，因为这些东西太主观了，说不清。说白了吧，艺术不艺术的无所谓，政治正不正确就完了。作为审查者，广电当然不应该替观众鉴定什么是好电影，牛来再烂，他也有烂的权利啊。但是你广电既然不能保证质量，那你凭什么有权利保证我们看不见什么东西？既然对牛来的好坏判断应该交给观众，那些被你毙掉的电影，观众怎么就没有了判断的资格呢？要这么说，龙标不就是个审查思想的政治钢印吗？你广电在审查的时候，这个东西是菜还是屎，你自己都尝过了，还决定了哪些能够被端上桌，你怎么又说喜欢吃菜还是喜欢吃屎是观众自己的口味问题呢？所以啊，说牛来爆火是观众集体审丑的人，第一错在误解了观众狂欢的真实意图，第二错在转移了真正应该批判的靶子。到这一步，牛来才真正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因为他火了以后，电影院里面发生的事情已经越来越不像在看电影。8月16号晚上，一个影评人在北京看牛来，同场的观众只要互相对视，就会心照不宣的笑。连检票员看见牛来的票，都露出一副诡异的表情，转头跟旁边的人交头接耳。电影开场，龙标一出来，全场鼓掌。你没听错，全场给龙标鼓掌。正常看电影都不让拍，但看牛来，大家可以拿着手机横拍竖拍。有人边对自己拍边说，这是吃屎的表情。有人喊奥斯卡稳了。电影放完，掌声雷动，一个男生一边鼓掌一边喊，绝对是划时代的作品。影院也开始主动加入这股热潮，有影院打印了自愿观影责任书，上面写着本人自愿观看牛来，无人胁迫，神志清醒。当几百万人开始用一种极其认真、极具仪式感的方式，共同去做所有人都知道很荒诞的事，它就呈现出了一种类似行为艺术的表达效果。更有意思的来了，当这场狂欢越来越大以后，主流话语也开始介入。胡锡进跳出来说，不必对牛来做什么细思极恐式的过度解读，很多延伸出来的深层分析都是瞎扯淡。他说，本质上就是一场从众参与的灰色幽默。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的短视频账号也开始玩牛来的梗，他借妈妈牛来这句台词做了一条交通安全动画。牛来骑电动车不戴头盔，被交警拦下，然后喊了一句妈妈。胡锡进说的是别想多了，这就是个玩笑。人民日报说的是既然是玩笑，那我们也来玩。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是高度一致的，只要把事情钉死在玩梗这个范围里，它就不会变成一场反思，不过只是个笑话而已。可问题已经浮现了，
为什么一部几乎没有人看的粗糙动画会制造出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参与？其实答案早就在咱们中国的各行各业被回答过无数遍了。没有选择的选择，它就不是选择。8月11号，郭德纲因为一句没有报备的现挂被约谈调查。同一个月，电影院里龙标亮起，全场鼓掌，欢迎来到伟大的文艺复仇时代。大家如果对牛来的爆火还有什么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分享。追猎中国标本，凝视人的处境，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再见。